你知道迪迦本尊到底有多强吗？在这部《迪迦奥特曼外传》中，不仅记录了迪迦本尊的唯一一次出手，而且还有比大古更合适的光之继承者。距今5000年前，在一个迪迦之地的地方，流传着这样一个传说：在很久很久以前，黑暗魔神德古夫肆虐人间，整个世界陷入到黑暗之中。此时，一位光之巨人及时现身，而他就是迪迦本尊。要说本尊到底有多强，最后仅仅只是一脚飞踢就将魔神击败。也许你会说这个魔神看着有点垃圾，但你仔细了解后面的故事后，就知道其实是迪迦本尊太强。黑暗魔神被击败后，光芒也重新照亮大地。迪迦于是转身向山里走去。从此以后，生活在山峦下的人们也一直坚信着这个传说。尤其眼前的幽莲女巫，她一直信奉着光之巨人的火花棱镜石像。随后，她叫来了一位名叫阿姆伊的少年，询问他山中是否有异常之处。因为他预感到将有不祥之兆发生，而这个少年其实就是大古的祖先。画面一转，一位名叫马赫罗巴的女游侠斩杀了魔龙，随后从巨龙的腹中取出一把巨剑，而这把巨剑便是传说中的暗之剑。此时巨剑发出耀眼的光芒，马赫罗巴便朝着光芒的方向望去，只见一个青铜物件出现在前方。马赫罗巴此时并不知道这是什么，但这个青铜神光棒开始指引着他前进的方向。而此时在未来世界的2038年，大古与丽娜的儿子元义刚通过毕业飞行，而就在返回途中，天空突降大雨，狂风大作，眼前赫然出现一头怪兽。元义随即开始进行攻击，可就在此时，天空中突然出现一个时空隧道，怪兽以及飞机连带着元义全都被吸入其中。而此时正熟睡中的阿姆伊头疼欲裂，似乎预感到了外物的入侵，随后他朝着预感的方向拼命跑去。果不其然，到达目的地后，发现一只大鸟撞进山体之中，同时也发现了不远处昏迷的元义。随后阿姆伊将元义带回村中，此时幽莲也询问阿姆伊是否有看到其他异象，因为他预感到传说中的黑暗魔神即将苏醒。果不其然，在某一黑暗之地，反派德古拉预感到光之巨人即将苏醒，随即指派召唤来的怪兽以及2个手下前去摧毁村庄，来阻止光之巨人的苏醒。此时元义终于醒来，也发现自己已经穿越到古代，而当自己说出一同穿越时空的还有一头怪兽时，幽莲也终于确认预言即将成真。而此时宗方突然进来汇报，有怪兽正往村子的方向袭来，随即众人纷纷赶往前线。此时的村民早已严阵以待，投石车弓箭已经整装待发，同时前方也设置好了陷阱，就等怪兽往里钻。而怪兽也相当给面子的掉入陷阱之中。随着宗方一声令下，投石车弓箭纷纷射向怪兽。随后架起长剑，不偏不倚地射中怪兽眉心，怪兽直接被干昏迷。而此时德古拉手下之一的光头佬动用法术，将长剑移除，怪兽随即苏醒，继续冲向村庄。眼见失守的宗方也下令众人撤回村子，可此时德古拉的另一手下牛角佬拦住了众人的去路。在一番打斗下，村民受伤惨重。就在其得意之时，我们的绝景队员从后方举起一块巨石，砸向了牛角佬，牛角佬直接被砸晕了过去。而光头佬见此这一幕，再次动用法术，怪兽随即开始喷火，众人纷纷逃回村子。可没想到，此时村子成了烈火下的牺牲品，怪兽所到之处，房屋纷纷被火焰吞噬。而此时的马赫罗巴在青铜神光棒的指引下，出现在阿姆伊等人的身后，看着眼前的恐龙怪兽，顿时来了兴致，随即拔出暗之剑，准备再一次屠龙。只见他飞身向前，一剑刺向怪兽。可没想到直接激怒了怪兽，而元义等人为了躲避怪兽，不小心打翻了马赫罗巴的背包，青铜神光棒掉落在地。而当元义捡起神光棒时，发现跟妈妈口中的神光棒很像。因为有大古超古代基因的存在，元义随即变身，光之巨人也随即出现。但元义并不熟悉巨人的作战方式，并且由于大古想回归普通人的思想所影响，此时的巨人并不是完全体，体型也比完全体小了整整1倍。只是简单的交手之后，巨人已经开始亮起红灯，身形也开始若隐若现。但好在元义用最后的一丝力量将怪兽抛离村庄，随后在红灯急促的闪烁下，巨人身形急速消失，元义也直接昏迷了过去。而此时的德古拉也发现，巨人虽然已经出现，但并未完全苏醒，随即便通过禁术唤醒了黑暗魔神德古夫，趁着巨人完全复苏之前摧毁一切。而就在黑暗魔神复苏之后，黑暗也随即笼罩大地。